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佛历7月上初时，万象多云，27到36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1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0.14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58 基普，跌幅 0.0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00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呈现微幅震荡调整态势，大盘最终收于 1300.18 点，较前一交易日微跌 0.44 点，跌幅仅为 0.03%。全天市场交投活跃，总成交量达到142万1400股，总成交额为39亿2423万6500基普。整体来看，大盘在1300点整数关口表现出较强的支撑力，市场整体波动幅度有限，呈现多空交织的拉锯状态。从个股的实际交易表现来看，昨日市场分化较为明显，在有价格变动的股票中，上涨和下跌的家数基本持平，其中外贸银行表现最为亮眼，全天上涨80基普，收报2500基普，起到了重要的稳盘作用。萨万尼紧随其后，上涨40基普，收报2990基普。老挝电力与马哈腾也分别实现了10基普和5基普的微幅上涨，分别收于2270基普和390基普。相比之下，部分个股遭遇回调，联合发展银行跌幅居前，下跌50基普，收报8150基普。浦西开发下跌40基普，收于1280基普。老挝农业和万象中心也分别走低20基普和10基普，分别收报1620基普和1150基普。此外，包括老挝石油、老挝水泥、东盟租赁以及中老证券在内的其余4只股票，昨日股价则未发生变动，平盘报收。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0184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02000基普，跌幅 0.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家油站执行5月2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57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54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越两国深化出入境管理工作合作。5月25日，老挝与越南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在老挝举行双边会晤，并签署合作备忘录。会议由老挝出入境管理局局长佩达翁·脚干亚上校与越南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武文管上校共同主持，双方高度评价了两国在政治、国防安全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成果。双方同意在建立合作机制、人员培训、设备技术支持及建立联络点等方面加强协同，并将推动信息共享，在部分商业航班开展空警试点演练，制定联合法规，以共同维护两国航班的安全。2. 在越留校老挝公安学生参加越南人民公安体育盛会。5月23日晚，越南广宁省举行了越南人民公安体育、武术与军事技能盛会开幕式。活动通过大规模的实战特种战术演练，展现了公安力量的勇敢、纪律与战斗准备状态，吸引了大量民众和游客。在越留学的老挝公安学生也参加了此次演练。开幕式表演结合了现代声光技术，涵盖击鼓与起舞、特种车驾驶与骑警展示、警棍术与高级硬气功表演，以及高压态势下的专业突发事件处置战术演练。3. 老泰联合救援赛宋奔省洞穴被困7人。5月24日，老挝与泰国救援队抵达塞宋奔省龙镇潘塞村，紧急搜救被困石灰岩洞穴内的7名群众。因持续暴雨导致洞内水位暴涨，路况恶劣导致部分重型设备运输受阻，原定于24日晚的潜水搜救被迫暂停，但现场实施了24小时不间断抽水。副省长佩沙麦坡塞亚温表示，5月25日的行动计划将从第6点出发，潜水通过一段约30米长的斜坡寻找幸存者。目前，洞外已配备24小时医疗急救保障和充足物资。
相关部门正全力确保现场秩序，力争搜救取得成功。4. 老挝蓝天学校组建韩式摔跤队，深化老韩交流。5月22日，老挝万象市纳赛通县蓝天学校举行仪式，正式组建韩式摔跤队，并成立老韩式摔跤运动促进中心。纳赛通县县长本苏帕维塞等嘉宾出席，现场进行了摔跤技能示范。该项目由学校活动部负责人秦大成推动，旨在将韩国传统摔跤引入校园，作为培育青少年的教育工具，培养学生尊重、礼貌与合作的精神。蓝天学校集团董事长本勒彭马塔表示，此举完美融合了教育价值与国际交流，学校计划长期发展该项目，努力将蓝天学校打造成为老韩教育与体育交流的重要中心。5. 沙湾拿吉省严厉打击非法采矿。5月24日，沙湾拿吉省委书记本宗乌邦帕瑟亲临现场，视察在车班线和分线非法采金案中缴获的涉案车辆与设备。执法人员在两线河流共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包括挖掘机13辆、卡车及皮卡车、各式船只20余艘、淘金工具28吨矿石、1.2公斤水银，以及16本越南护照和保护区内偷伐的35根原木等。目前涉案物资已被安全暂扣于4处地点。本宗乌邦帕瑟对两地暂扣点进行实地督导，并指示各级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加紧研讨，必须迅速且彻底地斩断两县境内的非法盗采沙金黑产。6. 老挝体操健将晋级亚洲体操锦标赛决赛。5月25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上，老挝国家队唯一参赛的体操小将普雷瓦美沙托皮拉潘德表现出色，顺利晋级决赛。在有36名全亚洲顶尖选手参加的预赛中，普雷瓦美沙托皮拉潘德最终位列第18名。凭借这一优异成绩，他不仅成功杀入亚锦赛决赛，还正式为老挝代表团斩获了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2026年10月亚运会的参赛资格。7. 老挝退休员工创办手工咖啡店，传承传统茶咖文化。5月22日至24日，老挝茶咖节在万象百盛购物中心举行，手工木臼捣黑咖啡之家亮相展会，推出用传统木臼捣制的巴松和川矿咖啡，并提供川民族服饰、亲手捣咖啡等免费体验。创始人本龙品盛通是老挝国家电视台退休员工，该店位于万象塞塔尼县西维莱村，杯装咖啡售价1至2.5万基普。未来计划引入华潘省咖啡豆，研发咖啡、威士忌、保健茶等新品，并计划在万象核心地段开分店。8. 蒙彭红线老中铁路涵洞积水问题已解决。5月25日，蒙彭红线领导亲临现场，对万象省蒙彭红线前往汇彭村方向的老中铁路下穿涵洞积水问题进行了紧急治理。该行动由蒙彭红县县长龚佩索帕迪先生以及副县长瓦塔阿伦沙瓦先生共同率队，并联合了老绿公司以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行动中调集了挖掘机和翻斗车，对排水沟进行了全面清理与疏通，确保该区域内往来的老百姓能够更加便捷、顺畅的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